灵玉液酒180一杯，即便我不变，符号看象限。灵玉，是你，苏晴，是我，太好了，宝儿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真穿了，穿到古人的身体里。看这样子还带着脚链，这是弩戟，我们穿成了底层苦工，只是不知道这是哪个朝代。没事，我们可是新时代的高材生，在这种封建时代，还不是手拿把掐。我学机械修岩工，手搓雪岩玻璃，还有啥钢铁、蒸汽机都能做，水泥桥梁、工业园也不在话下。我学商业，懂怎么把东西实现最大的价值。工业革命2件套，齐了。先弄清楚处境，现在生存是第一要务。你们2个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干活！欠盐厂20两卖身契的建工，还想偷懒？2年还不清，你们就干一辈子。20两卖身契，2年苦工，看来我们得先尽快赎身。王师傅，这批盐真没救了。掌柜的，我制盐30年，这批盐苦卤重杂质多，过滤3遍煮5次还是又黑又苦，神仙也救不了。80两进的货全砸手里了。掌柜的，倒掉吧。倒掉！80两说倒就倒，80两淘气盐。苏晴，那批废盐能救吗？没问题，苦露、镁盐、硫酸根都能去掉。草木灰沉淀镁，石灰水沉淀硫酸根，最后重结晶去掉多余钙盐。废窑是砖窑改的，墙体够厚，墙上有残留石灰，我能用废窑结构砌3级过滤池加保温结晶箱，效率比普通容器高几倍，一夜能出100多斤净盐。就用这批废盐为我们赎身。掌柜的，这批废盐我能救。你们盐厂苦工？王师傅，您听到了吗？这2个丫头说能救您都救不了的盐。小姑娘，你以前干什么的？种地的。种地的，要救我30年都救不了的盐。笑死了，苦工也敢吹牛。他们连工具都没有，制盐要陶缸、滤布、炭火、铁锅，连件像样工具都没有，拿什么做？制盐有几道工序：过滤、澄清、真骨、奇经。你做过哪一道？没做过，但我懂原理。苦炉里的镁盐可以用碱成电，硫酸根可以用碱成电、硫酸根。哼，我制盐30年，从没听过这些词。你随便编几个词就想糊弄我？掌柜的，要是他们能做出血盐，我把这把胡子拔了。好了，别在这里哗众取宠，滚回去干活。掌柜的，这批盐您要倒了对吧？对，倒了您亏80两，给我们1晚上时间，做成了您大赚。到时候做出的盐您拿走1半，还要还我们2人的卖身契。哼，做不成呢？做不成，我们2人签订终生卖身契，终身为奴，世代不得翻身。输了，我们的工业革命大业还没萌芽便会夭折；但赢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桶金，这是我们唯一的赌注。 2张终生卖身契，2个丫头，1人值100两，2人200两，比那批废盐还值钱。这笔买卖划算，掌柜的稳赚不赔。好，成交！我就看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墙体够厚，承重没问题，石灰够用了，能做3级过滤池。这角落保温好，应该能满足要求。苏晴，你这结构太专业了，不愧是我们闺蜜团的理工尖子生。接下来看你的化工了。 先溶解，去除不溶杂质，过滤泥沙，草木灰沉淀镁银，石灰量我算好了，刚好沉完硫酸根不残留。最后重结晶，去掉多余钙咸，纯度就够了。快点，马上天亮了。成了，100多斤血盐，走，让这群人看看。 什么才是真正的盐？又是你们！等等，这是盐还是贡盐？不，比贡盐还纯！王师傅，快来看，纯度比贡盐还高。真的是血盐？怎么可能？比贡盐还白。王师傅，您之前问我用了什么手法？草木灰沉淀镁盐，石灰水沉淀硫酸根，最后重结晶去掉钙盐，这就是去掉那些我编出来的词之后的纯盐。 王师傅，您昨天说，要是我们能做出血盐，把这把胡子拔了，对吧？2位姑娘，王师傅开玩笑的。100多斤血盐，每斤能卖5两银子，100多斤就是6、700两，80两的原料换回几百两白银，赚翻了。掌柜，血盐已经做好，您答应好的，拿走1半血盐，并还我们卖身契。你们分1半是不是太多？
，3成咋样？掌柜的，您昨天可是答应好的，在场这么多人可是都听到了，商人最是重信。好，一半就一半。你们有这技术，未来前途肯定不小。这是你们的卖身契。两位姑娘，等等。掌柜的，还有事。两位姑娘，你们制盐的手艺我佩服，但有一事，你们后面应该会自己做盐。你们有盐瘾吗？古代盐不是谁都能做的，想卖盐的话，盐瘾确实是个问题。两位不必担心，我有盐引，可以特许给你们用。我不多要，你们以后产出的盐一成利润。至于你们想怎么卖，是你们的事。成交，多谢掌柜。林月，我们为啥不把这些盐直接让盐中再卖？做盐建房你是专业的，但要论商业，这是我的专业范畴了。什么意思？这盐我们要卖给酒楼。为啥要卖给酒楼？直接卖给盐铺，我们就是个打工的，没人知道这盐是谁做的。但卖给酒楼不一样，酒楼用了雪盐，菜品立刻提升，食客吃了好菜，问是什么盐，酒楼就得说是我们的雪盐，这叫打品牌、建知名度。这次赚多少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清河的市场初步认识我们。懂了，让酒楼给我们做广告。对，而且古代信息不通，谁控制货源，谁就有定价权。走，先从福满楼开始。掌柜的，我们有好盐，想让您试试。又是卖盐的，一天来3波了，都说自己盐好，结果还是又苦又黑。你们这盐哪儿来的？该不会是私盐吧？私盐可是犯法的，盐铁官营，私制私卖可是要治罪的。行了行了，我们用的都是顶级官盐，1两银子1斤，清河县最好的盐，不缺盐。掌柜的放心，这是正经官盐，而且质量比官盐还好，有盐商下发的盐质为证。盐瘾是真的，但你说你的盐比我们的顶级官盐还好，哼。口气倒是不小，清河县最好的盐都在我们后厨。再说都是同样的精盐，你们的盐又能好到哪儿去？掌柜的，实际上我不是来卖盐的，我是来让您赚钱的。赚钱？您做2碗一模一样的汤，一碗用您的顶级官盐，一碗用我们的雪盐，让您的厨子放盐，晚上不做记好，你也别告诉食客哪碗是哪碗，让食客盲尝，选哪碗算哪碗。盲尝？我们福满楼作为顶级酒楼，用的官盐几乎没有苦味，鲜度与口感超越粗盐数倍。你这是要自取其辱！你这盐卖相看着是不错，但想在细微口味上胜过官盐，那就是痴心妄想了。那就试试呗。如果食客选了您的顶级官盐，我们转身就走，盐也不要钱。如果选了雪盐，那您就坐下来，我们谈谈生意。行，试试，反正我也不亏。张，你来放，晚上别做记号。张老爷，麻烦您尝尝这2碗汤。这碗还行，平时的味道，鲜甜。没一点苦味，这碗好，比你们平时的好太多了。咋的？换了京城的大厨？一个人算什么？再找几个试试。行啊，越多越好。这碗鲜得多，这碗完全没苦味，太鲜了。这碗太好喝了，比平时的好太多。我家人是宫里的丫鬟，从御膳房带出来过一碗汤，就是这个味道。这碗就这碗。怎么全选第2碗？可能这盐真不一样。这盐真是你们做的？对，我们做的。多少钱1斤？我要了。哎，我刚路过福满楼，福满楼来了2个姑娘，带了种特别的盐，食客盲尝，全选了那盐做的汤，比福满楼的顶级官盐还好。真的，我得赶紧告诉掌柜。掌柜的，别急，雪盐不是按斤零卖的。不零卖？那怎么卖？我们产量有限，所以开始的时候限量供应。清河第一批雪盐，我们优先供给3家酒楼，谁先交定金，先给谁供货。定金100两，供货周期1个月，每10天供30斤雪盐，进100斤。雪盐每斤5两银子，100斤共500两，定金100两，剩余400两，供货完结时付清。5两银子1斤，这是我们顶级官盐的5倍，100斤就是500两，这也太贵了吧！小姑娘，这价格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？掌柜的，您是精明人，给您算笔账，1斤雪盐能做200碗羊汤，100斤雪盐能做2万碗，成本5两银子1斤，分摊到每碗汤里25文钱。如果您用雪盐，羊汤的口味比别家好，一碗羊汤本来10文，您可以卖40文，多挣30文，减去25元成本，净赚5元，2万碗羊汤，净赚1000两银子。掌柜的，您投500两赚1000两，我们前期的产量极其有限，即使后期扩产，我也会优先保障老合作商的供应。而且，您买的不只是盐，您买的是独家口味，是食客只会来您这里的保证。这3个月内，清河县只有3家酒楼能用雪盐的垄断权。如果聚贤居、醉春风用了雪盐，您没用，食客吃过他们的菜，再来您这里，他们会说福满楼不如从前了。到时候您想买雪盐就得排队了。
那我再想想。慢着，这盐我也要。老李，这是我先看上的。先看上有什么用？又没签约。小姑娘，你刚才说只优先供3家，我聚贤居要一个名额，定金100两，我现在就交。等等，我也交，快去账房取100两。2位掌柜都在，这盐我醉春花也要一个名额，定金100两，我立刻交。3位掌柜别急，我们现在签契约，签完字交听金，3天后我们立刻供货。我先签，我也签，我也签。 3位掌柜，3天后雪盐送到。好，太好了！有这种等级的盐，我们春风楼的生意必然再上一层楼。300两，真交了，这也太疯狂了吧！不是疯狂，是怕。商业竞争无论哪个时代都一样，这些酒楼怕别家用了雪盐，自己被比下去。高啊，林月，林月，第1桶金挣到了，那咱们接下来干啥？拿着定金买费窑。 老张，这费窑还卖吗？卖自然要卖，只是你们2个小姑娘买得起。这窑虽然废了，好歹占地5亩，50两银子，少1文都不卖。我爹新善才卖50两，换别人这地至少70两。你们2个看着就是干苦力的，问了也白问。50两是吧？我这里有100两银票，50两买费窑，剩下50两买您帮我们找50个工人，10天内把主窑重新修整一番。100两。 你们哪来这么多银子？自然正经生意赚的。怎么样，老张，这买卖做不做？做，当然做。2位小姐，您稍等，我立刻去喊人。 2个丫头，前几天做雪盐的就是他们，现在又买废窑，先回去报告东家。 2位小姐，您要修这废窑？对，修主窑，再搭个简易工坊。这窑体我看过了，墙体开裂，烟道堵塞，地基下沉，烟囱倒了。 先把主窑修好，工房搭起来，能用就行。修主窑加搭工房，10天倒是能做到，但最麻烦的是砌墙要山石，最近的石场在10里外，光运石头就得10多天。对啊，运石头太耽误工，而且山石贵，50两不一定够。2位小姐，要不我们用泥砖？不行，泥砖不结实，窑体承重不够。可山石又贵又远。谁说要用山石了？不用山石，那用什么？用凝石，凝石也叫水泥，是一种我们自己做的石头，是用石灰石、粘土先炼烧成熟料，再研磨成粉，然后加水、沙子、碎石混合，等它凝固后，比山石还硬。比山石还硬？2位小姐，你们说笑了。我做了30年泥瓦匠，从没听过石灰粘土能变成比山石还硬的东西，凭空造纸，那不跟变戏法一样吗？那就准备材料，我来做给你们看。这废窑虽然不能烧了，但还有余温，先把石灰石和粘土混合放进去炼烧。石灰石3份，粘土1份。 煅烧到通红，冷却后就是塑料。水泥粉做出来了，水泥粉3份，沙子7份，碎石若干，加水搅拌。这就是凝石，看着跟泥浆差不多。等它凝固后才是，等几个时辰，它就会硬如山石。几个时辰？年轻人还是不太懂建造里的老行当啊。大梁的第1块混凝土诞生了。 这就是之前的泥浆凝固的哦，这比山石还抗砸，哎，真的比山石还硬，怎么可能？我就不信了！这真的是石头，比山石还硬，榔头都砸不动。这真是泥浆变的，1天就能变成这么硬的石头，这也太神了！小姐，这手艺能教我吗？小姐，我也想学，我也想学。有小姐教我们，有这手艺。 我们干活速度能翻倍，再也不用为养家糊口愁。能教，但你们得留下来。留下，我们当然愿意，我们愿意。不只是修废窑，我们以后要做的事儿还多着。修完废窑，我们还要建钢铁房、炼铁、炼钢、造工具、造机器，还要建机械坊、纺织坊，甚至改造现有房屋，这些都要用凝石建，都需要人手。你们学会凝石以后，就是我们双击工厂的骨干，干得好，工钱翻倍；学得快，还能带徒弟拿提成。多谢小姐，我老朽这辈子跟定您了。多谢小姐，我们愿意跟着小姐干。这主窑和锅坊10天内，我们一定给您修好，一定给您修好。凝石真的硬如山石，爹，要是我们也学会这手艺，以后也能发财啊！对，等他们开工了，我们偷偷学。主窑修好后，我们就能大规模生产雪盐。3家酒楼只是开始，接下来钢铁、玻璃、机械，整个清河县都会因为我们改变。
这里是5万两银票，送给大人的。5万两，孙东家这是？双胶工厂太嚣张了，他们弄出一种血盐，纯度远超官盐，清河县的盐市已经被他们搅乱了，而且他们超量制盐，偷逃盐税。还有，他们建工坊用的不是什么正经砖石，是一种自己捣鼓出来的妖泥，蛊惑民众，扰乱建材市场。大人，该管管他们了。这家商户本来就是清河孕育的，那就是县令您的。孙东家说的对，双胶工厂确实该管管了。去传差役，查封双胶工厂，罪名超量制盐、偷逃盐税、私造妖泥、蛊惑民众、败坏风俗、恶意商业竞争、扰乱市坊秩序，立即全面停工，查封所有货品去窑炉。是，大人。奉县城之令，查封双工厂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私造妖泥，蛊惑民众，败坏风俗，恶意商业竞争，扰乱市坊秩序，立即全面停工，查封所有货品与窑炉。什么私造妖泥？那是凝石，是我们自己做的正经建材。对，我们有盐引，凭什么查封我们？都给我退下，阻拦公务，一并治罪。差爷，双胶工厂是正经生意，对他们有盐引，而且他们攻击我们的血盐都是合法的。合法？不过是挂靠的盐引。县城大人说他们违法就是违法，你们再多嘴，一并治罪。好，查得好，好，双胶工厂早该封了。什么凝石，就是妖泥，败坏风俗，还有那血盐，肯定是用了什么妖术。双胶工厂，这次看你们怎么翻身。都住手！差爷，你说我们犯了3条罪。对。第1条，你说我们超量制盐，偷套盐税，这是我们的盐引，上面写的清楚，我们每月制盐不超过500斤，每一笔税都按时缴纳，有据可查。第2条，你说我们私造妖泥，那是凝石，也叫水泥，是一种新型建材，凝石比山石还硬，用来修窑建房，坚固耐用。大梁律法哪一条说不能发明新的建材？自己捣鼓的东西不是妖术是什么？蛊惑民众，败坏风俗，这就是罪。第3条，你说我们恶意商业竞争，我们明码标价，运作模式公开透明，童叟无欺，何来恶意？别废话，县城大人说你们有罪，你们就有罪。贴封条。慢着，怎么，你还想反抗？我没说反抗，只是想问问，县城大人可知道府城的态度？府城？府城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慢着，你是谁？本官乃府城通判陈默，奉知府大人之命，微服私访清河3日。通判大人，非知不知大人在此。府城通判，通判，府城来的大官，完了。双胶工厂的血盐和凝石，本官已亲眼看过，血盐纯度远超贡盐，凝石硬如山石，这些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。双胶工厂诞生在清河，本是清河之幸。你们清河不论县衙还是商号，本可以未来跟随双胶一起腾飞，却不想全被猪油蒙了心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这是知府大人的文书，专属特批盐引与商品自主生产经文，双胶可以无所顾忌的扩张，府衙就是你们的代出。多谢大人，双胶必定不负厚望。另外，邀请双胶工厂1个月后参加府城签针会，签针会上各州镇商户将展示奇珍与先进产品，若表现出色，知府大人会向朝廷举荐。李小姐，都是误会。多谢通判大人，在下一定不负知府大人厚望。1个月后，双胶工厂必会在签针会上大放异彩。好，你们的血盐已经流转到了府城，引起的轰动不小。知府很看好你们，签针会上好好表现，朝廷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。多谢通判大人。对了，这清河县的县城，本官会查，若是贪赃枉法，绝不轻饶。小姐，知府大人看中我们了，我们要参加签证会了，还要被举荐给朝廷。跟着小姐，真是跟对人了。如今我们有了官方文书，可以彻底放开生产。签证会是真正的考验，也是我们迈向大梁商业圈的机会。我们要做的是让所有人知道，双胶工厂才是真正的第一。小姐，您看，主窑修好了，工坊也搭起来了，墙体结实，烟道通畅，工坊也搭得不错。老张，你们干得好，这是你们这10天的工钱，每人1两银子，干得好的额外有赏。多谢小姐，多谢小姐。苏晴，雪盐现在稳定量产了，3家酒楼的供货没问题，但我们不能只靠盐一条产品线。对，盐的利润虽然高，但受盐引限制，而且盐商盯着我们，如果我们做得太过，可能会引起他们出手。我们前期势单力薄，还是得小心为好。我倒是有个想法，我们可以先做玻璃。玻璃，对，玻璃在古代是稀罕物，而且自带奢侈属性，有它的话，可以开展不少真正的商业运作。而且玻璃不受官府管制，我们可以自由售卖。石英砂7份，纯碱2份，石灰石1份。
烧到1400度就可以形成玻璃液。成了，玻璃真的做出来了。这玻璃比冰种翡翠还透，这要是拿去卖，能卖不少钱。但我们不用得包装，让它具有更大的意义，就像我们世界的钻石。苏晴，你能做香皂吗？能，用动物油脂和碘反应就能做出香皂，再加点香料就有香味了。那就再做一批香皂，也许玻璃加上香皂会给我们带来超出想象的利润。玻璃容器装雪盐，做成雪盐礼盒；玻璃容器装香皂，做成香龟礼盒。这2样都是高端货，专门卖给乡绅富商。林月，你这就是我们以前最痛恨的黑心资本家。香皂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。等它凝固就是香皂了。成了，这香味可比他们用的香粉强太多了，而且清洁能力惊人。这东西女眷肯定疯抢。3种礼盒，第1种基础雪盐礼盒，用小玻璃瓶装雪盐配精美木盒，卖5两银子。第2种豪华雪盐礼盒，用大玻璃瓶装雪盐配雕工木盒，卖10两银子。第3种香龟礼盒，用定制玻璃瓶装香皂配飞锦盒，卖8两银子。这么贵，有人买吗？明天看着就是卖货，你林姐是专业的。这是翡翠？不对，不是翡翠，似乎是西域那边流传的冰状琉璃，极其稀缺。这东西竟然拿来当容器，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？好香！这太美了，这琉璃清河县从没见过。这是我们自己烧的，独此一家。您再尝尝这盐，这是咱们家经过99道古法工艺熬制的特级盐，超过了市面上所有的盐的品质。这盐纯，比贡盐还纯，而且一点苦味都没有。这盒子里是什么？这香味儿淡淡的沁人心脾，太好闻了。这是香皂，留香能力超过香粉，而且清洁能力极强，用一次就知道。我要2盒豪华雪盐礼盒，不说这雪盐，就算买这盒子也值了。再来1盒香龟礼盒，送给内人。给我包起来，我要2盒，我也要2盒。掌柜的，这香皂能试用吗？当然可以。这流线这么持久，而且手这么干净，我要3盒香龟礼盒。王夫人，您买了什么？双焦伤后的香龟礼盒，这香皂留香能力超香粉，清洁能力更是一绝，而且这玻璃瓶比冰种翡翠还透。掌柜的，给我4盒香龟礼盒，我再加2盒，我再加3盒。掌柜的，还有香龟礼盒吗？还有5盒，我全要了。慢着，我还没买够。掌柜的，我出双倍价钱，我出3倍。各位太太别急，香龟礼盒限量供应，先到先得。而且我们双焦商号即将推出新品香水。香水？对，香水是以999种鲜花的精华，经过9981道工序熬制，只保留了花最原始的清香。它的香味高级感远超香皂10倍。但香水不直接售卖，需要预存。预存1000两银子，成为金牌客户，可定制专属香水为1款，全清河县独此一份。200两、500两、1000两，这也太贵了吧？对呀，1000两银子，我家1年的进项也就几千两，而且香水还没做出来就要预存，万一不好呢？对啊，掌柜的，这香水真的有这么好？我们连香水长什么样都没见过，就要预存银子？各位太太说的有道理，没试过，确实不敢轻易预存。这是香水小样，各位太太可以先试试。可以试？当然。您闻闻。这太高级了，淡雅中透着高贵，仿佛天上仙女独有的香气。掌柜所言不假，这确实比香皂的香味高级10倍不止。太妙了，我就算倾尽私房财，也要买1瓶，我闻闻。天哪，这香味儿我从没闻过，比宫里的贡香还要好闻。我也要闻。这么久，香味还没散，而且一滴就这么香，要是涂在身上，那得香成什么样？掌柜的，这香水真的只有预存才能买到吗？对，只有预存才能买到。而且香水的制作极其困难，需要大量花朵原料，提炼极其复杂，20斤花朵只能提炼出1小瓶香水，所以香水产量极少。金牌客户的专属香水，全清河县只做10份；银牌客户的限定款香水只做100瓶；铜牌客户的香水也是限量供应，错过了，可能一辈子都买不到了。我预存，我要成为金牌客户。这是1000两银票，我也预存，我也要金牌。这是我的1000两，我也要金牌。人家有的我也要有，这香水我一定要有，我预存1000两。各位太太别急，金牌客户只开放10个名额，先到先得。我先来的，我也是，我也要，我预存。
我也预存，我也要。还有名额吗？金牌名额已满。满了，那我预存500两，成为银牌客户。我也预存500两，银牌就银牌吧，给我来一个。我预存200两，铜牌客户。我也预存200铜牌，我预存200两，我也要。苏晴，首批300盒礼盒全部卖光，基础雪岩礼盒100盒500两，豪华雪岩礼盒100盒1000两，香龟礼盒100盒800两，总共2300两银子。而且金牌客户10个，每人1000两，共1万两；银牌客户20个，每人500两，共1万两；铜牌客户30个，每人200两，共6000两。香水预存总共26000两银子。26000两，这也太疯狂了！接下来我们要扩大生产，多烧玻璃，多做雪岩，多做香皂，还要做香水。未来我们还要杀进府城，把生意做遍整个大梁。我们2姐妹未来把酒言欢、花前月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把这些花瓣放进蒸馏桶，按照我说的比例，玫瑰花3份，茉莉花2份，桂花1份。加水，开始加热。水蒸气会带着花香精油上升，然后通过冷凝管冷却，就能收集到香水原液。成了，这香味太完美了。苏晴，香水做的怎么样了？林月，你闻闻，这太香了，这香味比小样还要浓郁10倍。不过还需要稀释调配，原液太浓，需要用酒精稀释。对，我已经准备好了酒精，这是我蒸馏粮食酒得到的高纯度酒精。香水做好了，这太完美了，香味浓郁但不腻，清新但不寡淡，而且留香时间极好，这香水能卖疯。终于等到香水发售了，我可是金牌客户，专属香水，全清河县只有我一份儿，真羡慕。我只是银牌客户，我是金牌客户，只能买普通款。各位太太，香水已经准备好了。金牌客户的专属香水，每人1瓶，独此一份；银牌客户的限定款香水，每人1瓶，限量100瓶；铜牌客户的香水，每人1瓶，限量供应。瓶子太精美了，还刻了我的名字，这真的是独此一份。这香味太美妙了，比小样还要好闻10倍。这香味太好闻了，虽然没有金牌客户的专属，但也很满足了。这香味虽然比金牌银牌的淡些，但也很好闻，比香皂的香味强太多了。我也想要。掌柜的，我现在预存还来得及吗？我要预存1000两，成为金牌货货。我也要。各位太太，别急，这一批香水只供应给预存会员，下一批香水需要再等1个月。如果想要，可以现在预存，但只能排队等下一批。1个月太久了，我现在就想要。掌柜的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抱歉，香水产量有限，只能先到先得。那我预存1000两，我也预存1000两，我预存500两，我预存200两，我预存200两。好，各位太太的预存已经登记，1个月后香水到货，立刻通知各位。看，这是我的专属香水，全清河县只有我一个人有。这瓶子太精美了，还刻了名字，我也想要。这双骄强号的限定款香水，只有100瓶，太美了。这香味我从没闻过，我也要去预存。夫人，这是清河县双骄商号送来的礼物。双骄商号，就是做雪岩玻璃的那家？对，就是那家。这瓶子做工精美，这香味太美妙了，比宫里的贡香还要好闻，而且留香这么持久。这双骄1号有点本事，去叫老爷过来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何事？老爷，您看这个，这是清河县双骄商号送来的香水，您闻闻。确实不凡，双骄商号看来确实有真本事。签真会上，本府要好好看看他们的表现。老爷，这香水妾身想多要几瓶送给姐妹们。好，夫人喜欢就好。签真会后，本府会亲自召见双全商号的掌柜。林月，今天又收了2万两预存，加上之前的，我们现在有近5万明两银子了。5万两只是开始，签真会最急，我们要拿出真正的杀手锏。杀手锏？对，玻璃镜。这次我们要做平板玻璃，不是瓶子，是大块的玻璃。小姐，平板玻璃要怎么做？把玻璃液倒在平整的石板上，趁着还没完全凝固，用木板压平，冷却后就是平板玻璃了。好，等它冷却凝固。成了，透溜度很好。接下来镀银。镜子的原理是在玻璃背面镀一层金属，古代没有铝，我们用银，把硝酸银溶液和反纹剂混合，
倒在玻璃背面，银就会析出，形成镜面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这镜子比铜剑清晰100倍，这太清晰了，连眉毛都能数清楚。这镜子就是我们在千针会上的杀手锏，赶紧做出100面大镜子，还要做配套的精美木框。这些镜子要让整个府城为之震动。好。那是哪家商号？听说是清河县来的。清河县一个小县城，能拿出什么好东西？而且还用红布遮着，故弄玄虚。清河县那种小地方能有什么好货？对呀，千针会都是各州县的顶尖商户，一个小县城也敢来，而且还遮遮掩掩，肯定是拿不出手的东西。千针会正式开始，各州县商户展示你们的货物。这是青花瓷，釉色温润，花纹精美，好瓷器，这瓷器值1000金。这是苏州的云锦，光泽柔和，质地轻盈，好丝绸。这云锦做衣服一定很美。别急，让他们先展示，等他们展示完，我们再出场。还遮着呢，肯定没什么好货。今年的千针会货物确实不俗，对，都是好东西。那边是哪家？怎么还遮着？回大人，那是清河县双骄商号。双骄商号就是做雪岩香水的那家。正是。有意思，今年的千针会货物都不错，对，瓷器丝绸都是上品，就那家还遮着，肯定是拿不出手。各位，久等了。这是什么？镜子怎么这么清晰？天哪，这镜子能把脸看得一清二楚。这太清晰了，比铜镜清晰100倍不止。这镜子简直是神器。掌柜的，这镜子卖吗？我要买，多少钱都买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镜子？这镜子太不可思议了！这镜子是怎么做的？我从没见过这么清晰的镜子。怎么回事？双骄展台怎么这么多人？双骄商号展示的是玻璃镜。玻璃镜，走，本府去看看。这镜子太清晰了，从没见过这么清晰的镜子。你就是双骄商号的掌柜？回大人，正是在下。这镜子是你们做的？对，我们自己做的。怎么做的？用玻璃和银，先做出平整的玻璃扁，然后在背面镀一层银，就能形成镜面。竟然是这样！本府活了50年，从没听过这种手法。这镜子太美了，妾身要这面镜子。夫人喜欢就好，这镜子本府全要了。100面镜子，开个价。大人，这镜子每面50两银子，100面5000两。50两一面，这也太贵了。50两不贵，这镜子的价值远不止50两。去账房取5000两银票。是大人。怎么都跑去双骄展退了？我们的货完全比不上那镜子。本次千针会第1名，清河县双骄商号。玻璃镜子乃1000年未见之奇珍，本府将向朝廷举荐双骄商号。产能彻底跟不上了，镜子现在一天只能出30面，香水50瓶，雪盐倒是够，可玻璃容器烧不出来。光府城的预订单就排到了下半年，下面县市的客商还在源源不断过来，再这么接，得拖到明年才能交货。所以不能这么卖了，不这么卖，那怎么卖？扩产能，先闭店3天。闭店？现在正是风头最盛的时候，闭店，放着钱不赚。我们新租下的那间铺面不是一直没动工吗？就趁这3天，全部拆掉重装，不做普通商铺，做全玻璃幕墙的旗舰店，整面墙都换成透明玻璃，从外面就能看见里面的货品，阳光照进来，整个铺子都像水晶做的。玻璃幕墙，用大块平板玻璃拼满整面墙。对啊，我们能做平板玻璃，当然能做幕墙，整面墙都是透明的，往街上一立，谁看了不震惊？比卖100面镜子都管用。千针会只是让府城知道我们旗舰店才是真正立住牌子，等幕墙一揭幕，玻璃就不只是日用品，是身份，是排场。到时候不止卖货，还能接宅邸、酒楼的玻璃安装生意，利润比单卖镜子高10倍。3天时间，你带队装幕墙，我盯着内部陈设。3天后，让整个府城开开眼。没问题，3天足够了。我当是什么大事，原来是闭店装修。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儿，刚拿了个千针会第1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趁热打铁多卖货不好吗？非要瞎折腾。我看啊，就是赚了点钱飘了。我看啊，真以为靠几面玻璃镜子就能站稳府城？府城的生意可不是那么好做的。好好的风头不抓住，
等3天过去，热度都散了，谁还记得他们？就是，3天能装出什么好东西？我看就是故弄玄虚，到时候接压幕布，指不定还不如原来呢。装神弄鬼，等你们把钱都砸进装修里，看你们还怎么撑。我倒要看看，3天能装出个花来，能有什么新鲜的？无非就是刷了层漆，摆了点新货。多谢各位捧场，3日改造，今日揭幕，双骄旗舰店正式与诸位见面。这全是玻璃，一整面墙！我的天，这得多少玻璃？这也太奢侈了吧！太美了，像水晶宫过一样！我要进去看看，这也太气派了！以后买东西就得在这种地方买。不可能，一整面墙的玻璃，这得花多少钱？完了，跟着玻璃铺子比，我们那瓷器店跟土坯房似的。各位请进，店内所有货品今日起正常售卖。另外，双骄商号即日起承接玻璃墙、玻璃窗安装业务，无论是酒楼、商铺还是私宅，想要玻璃装修的都可以进店详谈。林掌柜，我福满楼要装，正门整面墙都换成玻璃，价钱好说。我们家老爷要给夫人装玻璃花窗，越快越好。我们聚祥云也要，我们绸缎庄也装。我算是服了，一面墙比千针会效果还猛。这才刚开始，玻璃幕墙一开，整个府城的建材装修行业都得跟着变天。完了，全完了。掌柜的，问了好几家老主顾，都说不定琉璃了，说双骄的玻璃又透又亮，还比琉璃便宜，谁还要琉璃啊？我做了40年琉璃，从没见过这种东西，一整面墙都是透明的，跟没有墙似的，琉璃怎么比得过？才3天，石料订单就少了70%，再这么下去，工人都养不起了。都是双骄闹的，他们抢了所有人的生意。各位，情况大家都清楚了，双骄商号横空出世，抢了我们多少生意，不用我多说。琉璃坊销量跌70%，石料行跌60%，瓷器庄跌40%，连我们绸缎庄客人都少了3成。再这么下去，不出半年，我们全得关门。李会长，你得拿个主意啊，总不能眼睁睁看他们把我们的饭碗都抢了。我看就该联合起来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他们不是能卖吗？我们就降价，比他们卖的便宜，看谁耗得过谁。降价，那我们自己也亏啊！亏点钱算什么？亏一时总比亏一辈子强。别忘了，明年北凉王的贡银就要缴了。要是我们生意垮了，贡银交不上，别说生意，命都保不住。双骄刚开了旗舰店，又接了一堆幕墙订单，正是用钱的时候。我们全线降价3成，雪岩、瓷器、琉璃、布料所有品类都降。他们刚扩产能，成本比我们高，跟着降就没利润，不跟着降就没客人，撑不了3个月，他们就得资金链断裂，滚出府城。对，就这么干，宁可亏3个月，也要把他们击垮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，坐以待毙，必抢。好，明日一早，所有商号全线降价3成，跟双骄打价格战。我就不信，我们18家老字号还斗不过2个外地来的丫头片子。城南张员外的私宅、东街聚贤居、城西福马楼3家的玻璃幕墙都定了，加上之前的订单，安装工期都排到下半年了。镜子、香水、雪岩的预订单更不用说，最远都排到8个月后了。照这势头，年底咱们就能把工坊扩3倍。订单排得越满，风险就越大。风险？咱们现在生意这么好，能有什么风险？不就是产能跟不上吗？多招点工人，多开几座窑就是了。如果只是正常的商业竞争，产能慢慢提就是了。可你别忘了，这里不是现代，我们势单力薄，很多规矩不是按商业逻辑来的。18家老字号联手被我们抢了生意，不可能坐以待毙。现在越热闹，后面的招就越狠。林小姐，苏小姐，不好了，工坊出事了！你们不能走啊！订单都排满了，你们走了谁干活？凭啥不走？绸缎庄李东家给10倍工钱，管吃管住还按月发月钱，在这累死累活图啥？就是，人家说了，只要过去，哪怕啥也不干，先给5两安家费，傻子才不走。走了多少人？都是什么岗位？玻璃坊走了8个烧窑的熟手，香皂坊走了5个配料的，蒸馏坊也走了3个，全是摸过核心工序的老工人。对方开的价太狠了，10倍工钱，没人扛得住。他们疯了！10倍工钱就为了挖几个人？他们自己不用赚钱吗？不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拖死我们。熟手一走，产能直接掉3成，订单交付就会延期，延期就要赔违约金，现金流立刻就急。这只是第一招，等着吧，后面还有。小姐，原材料全涨了，石英砂、存攒石灰石这些烧玻璃的主料，市面上17、8都被人高价收走了，剩下的那点价格直接翻了3倍。还有做香皂的动物油脂，
做香水的鲜花香料也全被包圆了，零星一点儿都卖得比往常贵5成。又是18家商后干的，他们自己不用这些原料，囤着烂在手里。人家绸缎庄、瓷器庄本来就不用这些，囤着无非亏点银子，可咱们不行啊，作坊不能停，订单不能拖，再贵也得买。照这个价进货，玻璃和香皂的成本直接涨6成，卖的越多亏的越多。抬高原料成本，压低成品价格，经典的成本绞杀。小姐，不好了，街上全是仿货，同款玻璃镜，半价就能买，一样照人，一样清楚。平价香水，花香浓郁，留香一整天，只要双交3成价。看着是差不多啊，就是稍微混点儿，可便宜这么多。就是镜子不就是照个影吗？犯不着花几十两买双交的。这香水虽然冲了点，可便宜啊。老爷，您看对面也有玻璃镜，便宜1半，要不咱们先买几块试试？再看看，要是差不多，犯不着花冤枉钱。他们用浑浊琉璃冒充高清玻璃，用劣质花露勾碎香水，卖的比成本价还低，老百姓都抢着买，连一些老主顾都开始犹豫了。他们还说咱们双交就是卖个噱头，东西根本不值这个价。无耻，用劣质货砸我们的牌子。不奇怪，低价仓烧拉低品类价值，一边抢低端客群，一边让高端客户产生不值的疑虑，两头夹击，逼我们跟着降价。我们一降，利润就没了；不降，客户就被抢光。再加上原料涨价，工人流失，不出3个月，现金流就会断。小姐，更糟的，之前那几个外地大客商全来退订了，都是上个月假扮外地商商下的大单。镜子100面，香水200瓶，雪盐500斤，只付了1成定金。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，违约金连原料钱都抵不上。咱们为了这些订单，特意扩招了工人，囤了大批原料。现在货做出来了没人要，工人还得发工钱，这一来一回，少说亏2万两。挖工人，涨原料，低价倾销，恶意退订，一套接一套。这些老狐狸还真狠，是挺老谋深算，组合拳打得有模有样，成本端、需求端、人力端、订单端4面围堵，想把我们困死在里面。你笑什么？你有办法了？我本来只想做高端市场，给他们留条活路。既然他们不给我们活路，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工业的力量。诸位，才3天，双交那边就已经焦头烂额了，工人走了3成，原料涨了3倍，订单退了1半，街上的仿货又抢了他们的客，我看啊，撑不了1个月，活该，让他们抢我们生意。10倍工钱挖人虽然亏点，可值。断了他们的技术，看他们还怎么生产。原料都被我们囤了，他们想买都买不到，要么高价进货亏着卖，要么停工违约赔银子，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。别大意，再加点火，明天起仿品再降2成，继续囤原料，价格再抬1倍。我倒要看看他们那点家里能撑到什么时候。等他们撑不住了，玻璃、香水、雪盐的方子就全是我们的了。到时候整个府城的生意还是我们说了算。对手一共4招：第一，挖工人，想断我们技术；第二，囤原料，想涨我们成本；第三，造仿品，想砸我们牌子，抢我们客群；第四，恶意退订，想耗我们库存，断我们现金流。4招看着狠，其实处处都是破绽。怎么说？先说挖人，他们以为挖走几个熟手就能拿到配方，核心配比从来都只在我和苏晴手里，工人只懂工序，不懂原理，他们愿意出10倍工钱挖，我们就跟着涨，核心匠人涨薪5成，留住人，普通工人走了无所谓，正好趁机筛选。另外，明天起，配料工序分拆成3段，每人只负责1段，再故意掺几批无关紧要的辅料进去，就算他们挖了人回去，也配不出正经东西，只会白白浪费银子。妙啊！让他们花大价钱挖取假方子，亏死他们。再说原料，他们囤原料抬价，就是赌我们必须买。可他们忘了，工业生产的核心是把成本压到极致。低端线不用周群石精砂，普通河沙提纯一下就能用；香皂不用顶级动物油，植物油混合一样能用；香水不用鲜花瓣，干花蒸烧再加酒精稀释，效果差不了多少。我们专门做一条入门引流线，玻璃弹珠、简易花露水、普通皂角香皂，用现代工艺把成本压到最低，定价比他们的仿品还低3成，海量铺货。我懂了，他们仿品本来就卖的比成本低，我们再压3成，他们跟就得亏得更狠，不跟就彻底丢掉平民市场，进退两难。没错，他们靠古法生产，成本本来就高，全靠砸钱撑着。我们用工业化流程降本，同样的价钱，我们亏1分，他们就得亏1毛，看谁先撑不住。低端线亏点小钱没关系，主要是拖死他们的现金流。高端线我们不动，继续做品质，守住高利润客群，两头分化，让他们仿无可仿。可是小姐，就算低端线能拖住他们，可之前退订积压的库存，还有预付的原料款，现金流还是紧啊。要是他们再撑几个月，我们这边现金流的事我自有办法。
3天后办一场府城从未有过的购物盛会。第一，预存翻倍，预存10两抵15两，预存50两抵80两，预存100两抵180两。第二，满额赠礼，满20两送玻璃弹珠一串，满100两送香皂礼盒一套。第三，限量稀缺，每天推出10面特价镜子，5瓶特价香水，先到先得。第四，会员分级，新老客户按消费额分等级，等级越高折扣越大，新品优先拿。绝了！这一套下来，别说18家，就是80家也不是对手啊！小姐这法子真是闻所未闻，预存底线等于客户提前把钱给我们，现金流立刻就活了。还有那入门款，他们不是爱降价吗？咱们降的比他们还狠，看他们能撑多久。别高兴太早，接下来3天工坊要连轴转。苏晴，你负责低端线投产和配方拆分，3天内必须出第一批货。没问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们负责活动筹备、物料制作、客户通知。3天后，双交购物盛会准时开场。是。我天，这么多人！值啊！存100两抵150两，还能抽奖，最差也有小样，能赚不赔。这镜子太清楚了，这价格比平时划算太多了，我再存500两。这玻璃幕墙果然名不虚传，我们县城还没有，我得订10套，预存1000两。第一位抽奖的乡亲，来看看手气。末头奖，雪盐1包，香皂小样1份。好，值，太值了。我中了，真的中镜子了，太好看了！运气真好，我也想要。那是什么？不是说特等奖是玻璃改造吗？怎么这么大？说不定是更大的镜子，还是玻璃屏风。多谢诸位捧场。今日购物节除了特等奖，我们双交还有一件压轴好物与诸位共赏。苏晴，揭幕吧。马车怎么没有马？没有马怎么跑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动了，真的动了！不用人推，自己就走了！我的天，光摇那个杆子就能走，这是什么仙法？这款机械马车双交工坊独家打造，不用牛马，日行100里，载重1000斤，首批量产10辆，定价1万两银子，今日预定立减1000两。1万两也太贵了，贵是贵，可值啊！不用喂马，不用雇马夫，而且这东西全府城独一份儿。没错，我订1辆，现在就交定金，又来1辆，还有我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购物节，老百姓的银子、富商的银子全被他们吸走了，我们的货彻底卖不动了，没人买了。再过2个月，工坊就得关门。关门算好的，明年北凉王的3万两贡银怎么办？交不上贡银，轻则抄家，重则砍头啊！都怪双吉，都是他们害的。没办法了，只能把事情原本性报给王爷，是生是死，全看王爷怎么定夺了。混账，连2个丫头都不过！本王每年拿那么多银子养着他们，就是养了一群饭桶。王爷息怒，那双骄号手段诡异。手段诡异，本来还想留着他们，没想到胃口这么大，敢动本王的钱袋子。雪盐、玻璃、香水、机械马车，落在2个丫头手里，真是浪费了。王爷的意思是，传本王令，3日之内让双交商号的2个掌柜，带着所有配方、工房、商铺，全部归入本王名下。答应就留他们一条命，给本王打理生意；不答应，就地处决。是王爷。 2个小丫头也敢在本王的地盘上撒野，这些奇珍异宝本来就该是本王的。真要一个人去，北凉王是出了名的狠戾，手上握着重兵。正因为他手握重兵，才是最好的靠山。雪盐、玻璃、香皂、机械马车，哪一样不是暴利？北凉王要的是银子，是军备，是势力。强占我们的商号，只能得眼前的家底。跟我们合作，未来能得100倍、1000倍的利润。 是杀鸡取麟还是细水长流，他算得清。可他讲的是刀枪，不是商业规矩。万一他翻起脸来，放心，我带着合作方案去，5-5分账。他出势力，我们出技术，他拿大头都没关系。只要能借他的名分把生意铺向全国，这点让利算得了什么？等我们有了整个大梁的市场，再回头看今天这点事都不算什么。我去就回。你就是那个把府城搅得天翻地覆的守双桥掌柜？ 倒是有几分胆子。民女林月见过王爷，今日前来是想与王爷谈一桩共赢的买卖。
共赢。本王的地盘上所有东西本就是本王的，用得着跟你一个小女子谈共赢？王爷出地盘与通路，我们出技术与人力，利润55分账。3年内，王爷军备粮饷到翻3倍；10年内，北方商贸尽归王爷掌中。强取豪夺，只得一时之利；携手合作，方得百世之机。王爷雄才大略，想必分得清轻重。百世之机，你一个女流之辈，也配跟本王谈百世之机？东西确实是好东西，可本王凭什么跟你分？拿下双绝工坊，拿下你们2人，技术生意不全都是本王的？王爷，技术的核心在我们脑子里，强逼没用的，没有我们，这些东西根本做不出来。做不出来？本王看你们俩有几分姿色，收了你们做妾，以后好好伺候本王。双骄的生意还是你们管，到时候本王的不就是你们的？你胡说！我们是生意人，不是供人取乐的玩物。玩物？能给本王做妾，是你们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给你3个时辰回去想清楚。答应，你们还是双骄的掌柜，以后跟着本王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不答应，本王就血洗双骄工坊。到时候东西是本王的，你们人也照样是本王的。拖出去！怎么样？他不肯合作，到底怎么了？他说什么了？我错了，我跟他谈55分账，谈全国商路，谈100倍利润。我以为利益面前人人都会算账，可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他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平等的位置上，在他眼里，我们的生意、我们的技术，甚至我们这个人，本来就该是他的。他说要收我们做妾，说伺候好了他，一切就都是我们的。做梦！他休想！我们辛辛苦苦熬了这么久，从延长苦工一步步做到今天，凭什么给他做妾？凭什么我们的东西要拱手让人？就因为我们是女人！是我太天真了，我以为靠才华、靠商业就能在这个世界闯出一片天，可我忘了，这里是古代，拳头硬才是真的硬。没有自己的武力，再多的财富都是给别人攒的家底。不让我们好过，他也别想如意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鱼死网破不值当，我们的本事不止于此。今天失去的，以后要加倍拿回来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官兵，好多官兵把城郊工坊围了。带头的将军说，给你们最后1炷香时间，不答应就动手了。林月、苏晴，王爷的话你们考虑清楚没有？乖乖归顺王爷，皆大欢喜。否则，今日这工坊鸡犬不留。小姐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这工坊是我们一手建起来的，不能让他们抢了去。拼了！回去告诉北凉王，想让我们做妾，想强占双躯，痴心妄想，我们就是死也不会遂他的意。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冲！砸烂工坊，男的全杀，女的抓活的。我原本以为靠着我们的才华，能够在异世界拥有自己的一片天，可是我们错了，全错了。他们从来没把我们当成平等的人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们的技术、我们的生意、我们的命，都不如他们手里的刀枪有重量。如果再来一次，我要强大自己的双手，拳头才是一切的根基。那就再来一次，从头开始。他们有刀枪，我们有脑子。男人能打天下，我们女人也能有自己的拳头。这是，我之前就觉得北凉王不对劲，偷偷用工坊的钢材橡胶改的。快上车！坐稳了，冲出去！王姐，拦住他！明月，我们去哪儿？进山，建工坊，练队伍，造武器。今天他萧烈抢我们的工坊，毁我们的基业。他日，我们要亲手把这一切连本带利拿回来。